友们好，我是董买买。这一视频我们来聊一聊 NIO 和 Lemmo 一起联合研发的这一款电助力的碳纤维三折叠自行车。这个自行车在上市的时候应该是将近2个月之前了，一经上市之后就成了 NIO Life 户外用品排行榜第1名，所以可见大家对自行车这个热度还是挺高的啊。售价呢是7999元，最高可以抵扣1万积分，8月31日之前付钱，然后9月份开始按顺序交付。去年呢，其实自行车很火，我也是在去年投身于骑行运动当中，我也骑了1年多，骑了大概将近5000公里吧。然后今年其实自行车已经不那么火了，但是大家买的这个量完全跟这个市场热度不匹配啊，说明 NIO 的同学们还是非常的喜欢运动的。那买买呢也在前2天借到了这一台车的工程版本，然后稍微骑了一下，给大家来聊一聊一些细节啊。首先呢，这是一台电助力自行车，它不是一台电动自行车。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你得用力去蹬的，如果你不蹬，这个车是不走的。它不是一台雅迪，你一捏，呜，车就走了，不是这种东西。它的优势是什么呢？大多数折叠车，比如你看小布啊什么的，他们基本上都是钢架，很少数的一些车型呢是钛架，对吧？那个 Lemmo 呢用的是一个碳纤维的车架，动力的碳纤维 T800加 T1000的都有。碳纤维呢好处就是它第一个它比较轻，它的刚性比较好。那缺点呢当然一直都比较贵，所以大家看到一些碳纤维的自行车可能都要比那些铝架的车要贵一些，对吧？同时呢，这台车使用的是半内走线。什么叫内走线啊？就是你会看到小布，那大家比较熟悉，它的整个变速线呀、刹车线啊都是裸露在外面的，整体的走一根外面的线。那现在呢，在公路车上已经流行的是全内走，就是整个线都看不到，全部从车架内啊，从那个车把内走了，看不见。但是呢 Lemmo 它用的是半内走线，也就是说整个车呢在车身处的这个线你是看不见的，但是从车那个把手那边出来的线你还是能看到，就是相比于全外走要显得更加优雅一点。对于我来说呢，我倒希望哪家折叠车以后可以出个电变的版本，是吧？这样更加方便嘛。然后动力方面呢，它提供的是 53T 前面的一个单速的大压盘， 53T 已经非常大了。然后后面呢提供12到21T 的变速，对于折叠车来说绰绰有余的，毕竟你也不指望把一个折叠车骑到40骑到50公里吧，大多数同学的巡航时速应该在15到25公里左右。然后轮胎呢 Lemmo 还下了大价钱找大品牌定制了轮胎，这个轮胎我在官网上找，没有找到。诺华是一个大牌了，但是没有找到这个轮胎的具体型号，应该是定制的版本。然后你要说这台车的核心竞争力，它除了碳纤维除了电助力之外，就是它的三折叠了。它的三折叠不占地方，对吧？这个折叠还是很有巧思的，不仅大家所想的整个车架可以折叠，车把可以折叠，甚至于整个车座可以连着座杆一起给它拆下来，脚踏甚至也能回收的。脚踏的这个回收方式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洗车机的快捷拆口。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觉得是这个东西啊，并且呢，如果你把整个车座也拆下来，它们其实是可以放进28寸的行李箱里的。也就是说，你全球旅行理论上说，如果你不嫌麻烦，你都可以带着一台自行车。同时呢，相对于未来车主来说，他们还提供了一个收纳盒，方方的收纳盒，单独贩售的。这个收纳盒也充满了巧思，它的底部呢使用的是毛毡固定的，所以你放在后备箱上，它其实是不会晃动的。但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同学是有后备箱垫的，那 TPE 的垫子的这个是粘不住的。如果你没有后备箱垫，它本身反而是可以粘住的。然后你把自行车推进去之后，这个车跟这个盒子通过一套机械结构给它锁定的。这样有什么好处啊？就是你的自行车在后排再也不会晃荡了，并且它可以立着去锁定进去，最大限度的降低空间。如果你是一台 EC7 的话，感觉可以放4到5台以上啊。如果你要把车拿出来的时候，你只要摁一下盒子下方的按钮，那么一摁，咔嗒一声，这个车就可以平推着拿出来解锁。所以整个这个过程，这个收纳条件要比小布啊，比其他折叠车要方便多了。因为很多折叠车张牙舞爪的折完之后就不整齐、不规整，对于后备箱的话，其实占用的空间比实际的空间要大。但是 Lemmo 它做的这个东西做得很细致、很到位啊。他们官方的演示呢是在 1T5T 的后备箱呢，你大概可以放下4台啊，一般人不会有这样的需求吧？我觉得最多家庭2台车就差不多了，是不是？然后碳纤维的车，整车的重量是10.5公斤，带上电池，对，它的电助力有电池嘛，后面我们会说是12.5公斤。而且因为这个电池是可装可以不装，如果不装它就是一台普通的人力灯的
那个折叠车，你也可以理解为车电分离吧。你看跟蔚来的理念还挺接近的。插上就是电助力，这个电池的容量是159瓦时，超过了100瓦时，理论上说你向航空公司申报的话是有机会带着电池满世界走的。对，反正他们做了这样159瓦时的这么一个电池容量，36伏。电池呢，除了给车供电助力之外，如果你需要给其他设备供电，它也额外提供了 Type C 这样的接口，可以对外输出。同时，作为一台智能的自行车，相比于传统车，它还是有数据提醒的。这样的数据呢，你可以装一个 App 在手机上显示你的骑行速度呀，显示你的骑行的从哪儿到哪儿的这个位置啊，甚至对这台车还有功率计的能力。对，你看，如果你是一台公路车的话，你搞一个功率计可能都要3000块钱左右吧。这么一个小折叠上，它的整个科技含量可不低哦。作为蔚来来说，它还跟蔚来的车机进行了联动，所以每一次骑行完之后，这个骑行数据可以在 NIO 的车机上显示，这一下子又极大的增加了蔚来车主们买的动力啊，对不对？这种东西就完完全全属于蔚来生态的一部分了。虽然它是一家独立的公司，虽然这个产品是跟蔚来合作的，是吧？我这次呢骑的是工程车，但是零件呢跟零售版本已经高度接近了。他们说法是99%的零件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也放了一下各种不同的车，比如说我在萤火虫的后备箱里放了一下，萤火虫的后备箱可以放下一个 New Life 的冰箱，外加把这台自行车平放进去。哇塞，萤火虫的后备箱的空间也很大呀。ET5T 刚才说过，最多可以放4台 ，EC7 可以放挺多台的，包括 EC6啊这些掀背的酷配 SUV 都可以放挺多台的。有技术，有巧思，而且重量很轻，价格可能只是小布高配的一半啊，甚至一半都不到。然后未来的车主们嘛，他们的车主群，然后大家一起组织骑行，也是很惬意的一种生活。同时呢，如果你不是未来车主，你下载未来 APP 在 New Life 一样可以购买，只不过你不是未来车主，你就没有未来积分嘛。那个用1万积分去抵扣，可能你就享受不到了，好吧？好了，这就是本期抖音买关于 Lemmo 跟 NIO 的这一台联名的自行车的一期简短的视频，希望能对你选购有帮助。这两天 Lemmo 在上海还要举行一些试骑活动，所以对这台电助力小车感兴趣的同学们不妨关注这些信息，好吧？好了，这是本期抖音买的视频，希望你能喜欢。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评论收藏、订阅抖音买在头条、B 站、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